什么马年春晚为什么叫兰花指旗嘛？是故意设计的吗？这就肯定不是故意设计的。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确实我这个兰花指就是我这两只手，就我这个小手指是受伤的，所以平时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分开的。平时我都合不上的，就算你硬合，它自然而然就自己就分开了。所以有的时候拿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写那个字签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这个就是翘起来的。有身边的人问过我，或者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就不太了解我的，都问过我。所以已经是以前练那个散打的时候，打拳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吧，是吧？算是对，包括我这个骨节也都是伤过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故意设计的啊，以后见到了也不要见怪不怪了，耶、peace。但是做这个手势确实是特别好做的，这样子的话呢，作为标人的原著本，演完何以璇之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最开始看漫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我刚刚好像算是说了吧，就是肯定是有一些创新和有一些改变的，有一些改动的，但是它的核还是那个核嘛。它的虽然现在电影篇幅就那么长，那么多的人物，你不可能都给你拍出来，对不对？那现在仅有的这些画面，已经是很好的了。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少年的时候的一些动漫里面是有这些呈现。咱现在这个是可以说是我最后那一场戏用台词的方式说了一些，就是我12岁那一年，两个哥哥战死沙场我的阿塔从马背上摔下来，你给了我这两个羽毛，还记得吗？什么的，就类似于那种是用台词的方式说出来了。核是没变的，但是有一些创新，有一些改变。现在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漫画的和对这个人物有探索欲的，我觉得应该都去看了吧，都去看过了，应该是。对，我是原本就是那个原著粉，这是什么啊？对，好，那下一个环节就是我看到了大家网上真的做的特别特别多的有意思的动图呀、画画呀，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你们太有才了，真的太有才了。然后那个工作室的小伙伴们也整理了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是吧？哎，看看，大家一人一张的。何一汪汪，这是何一汪，死我糊涂啦，那个是吧？下面是好老多了，我觉得你们太有才了，真的。这也是何一汪，这两根耳朵确实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立。杜宾，何一汪冰，这个叫。哎，我取的不一定对啊，这个就是我看到了，就是跟我还怕取的不太对，写了个字，大家也可以不对的可以纠正，或者是你们取一个。这也是何一汪，是另外一种。是又是我糊涂了，何一汪很多。黑咪，和一个黑咪。这也是黑咪。黑咪
利，舍利的利是吧？这个很帅，这耳朵也是。又是个黑咪，黑喵，黑咪，黑喵，这个有点可爱。哇，这个何一鼠，何一鼠，小白鼠。何一猫咪，猫咪和汪汪很多哎，这个是哦，比格犬，寻妻3天不归避，还是别杀人了。但这个表情很可爱，很凶的样子，你看。这是什么？哦，这是演戏是吧？前面你看，何一璇是前面跟，特别是那场跟几位叔叔们那场是吧？他在前面演哭，然后后边演阴狠的那个状态，网友们太有才了，找的好形象啊，好形象，好像。那我复刻一下这个，反过来一下可不可以？比如说前面是阴狠的，然后背后就是可爱的。何一小比格，这也是多好可爱啊！天，这也是一种是吧？这也是两种反差的。前边是，后边是树叶，然后呢它是眼药水啊，前面也是生气。还有哇，车来了，何一车，何一车，何一车，何一凳，何一凳子，这个凳子感觉可以拿来健身。猜这是何一什么？何一柱。太绝了啊！这何一楼，这何一楼这个两个羽毛很亮，这也是何一楼。何一酸奶，蒙牛酸奶是吧？何一路由器，何一油。这个确实是带着，是吧？何一 WiFi， 何一小鹰，何一大鹰，何一鹰王，好帅，这个有点帅啊。这个叫何一善吧，也有点像镜子。欢迎大家补充啊，欢迎大家补充，也可以再起新的名字。这是啥？这是何一传，何一传。何一灯饰牌，这大家都知道吧？何一多，何一多，何一多，多。何一球，何一羽毛球。这就是何一旋本旋，何一旋球球，太有才了。那天我看他刷到这张图的时候，也是乐得不行，真的是。然后我还没来得及分享，就很多的小伙伴们都分享给我了，优秀。没了，这些就是欢迎大家补充，我觉得它很有意思。下一个问题了，
啊，这个对黑。OK， 下一个问题。演何一璇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最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成为他。又说实话，以前的角色，就算是去演杨戬，你都还能够去借助一些你在山里的一些感觉，就山里修行的一些感觉。但是何一璇的话，真的毫无借鉴的地方，和我所演过的角色也没办法去借助，除了起码有一个相通的点之外，就真的没办法去借助。所以怎么样去成为他？你的眼神、你的神态、动作、肢体，你的说话的声线、感觉，包括对人的态度，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挑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角色得放出来，就是外放出来演。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收着演的，但就是大家了解我的朋友的话，很多角色我都是收着演的。但这个角色不能收，你一收就变成阴谋家了。他不是个阴谋家，他是一个只有10几岁孩子的智商，但是没办法被迫成长，他得这么去，就是放出来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我在现场每时每刻都要打鸡血似的，得保持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每天结束了，回到酒店就洗了个澡之后，变成我回到我慈善本人的时候，就是有点累，然后但睡得挺好，因为全部的那个能量都在现场释放掉了。下一个问题。为了演何一璇做了哪些功课和准备？练了马术，练了武术，武术就是主要是挨打的啊，大家也都看到了挨打怎么学会挨打。其实学挨打还挺不一样的，跟你去主动的打人完全不一样，我感觉还挺难的，挨打也是。然后写了一些人物小传，看漫画看动漫这些就不说了，之前就看了，然后就再去回去看一遍，然后提前就到新疆去体验那种大漠风沙的感觉。就做这些功课。那这些其实作为演员来说都是应该做的，就是你就是分内之事。这次出演标人有没有什么没能实现的小遗憾的地方有吗？牛羊肉没吃够吧？因为那边乌尔和克拉玛依牛羊肉太好吃了，鲜嫩多汁儿，然后又大块的，我这边天天吃。牛羊肉。有没有想过，如果何一璇没有死的话，他到了长安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到了长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没有死的话，去把他抓到牢房里面教育改造一下，然后出来做点正能量的事儿，让他卖个羊肉串，给卖点这个大漠的羊肉串。羊肉串，3块钱一串，2块5一串。对，买个羊肉串也行，我觉得有个安稳的生活，平静的日子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何一璇，对，何一璇这个问题，何一璇为什么说话老破音？有人说何一璇太浮夸了，你是怎么处理的？啊，这个破音这个肯定是设计的，如果不是设计的，其实配音的时候就完全把这个问题给规避掉。就比如说他去几个弟弟们被
护标队给杀了嘛，然后跑过去跟几个叔叔们告状的时候，叔叔们那个都是一种掩饰，他其实孩子的一个心智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叔叔们面前又要哭又要哭，也显示着自己很伤心的那个状态。然后包括把老莫人头丢到阿月面前那场戏，阿月你怎么能和这个贼人在一起？那都是完全就是模仿的一些口音。当时跟陈岩老师聊配音的时候也是，其实加入这些有他的这个人物的一些特色，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所以就加入了这些。你要是完完全全按照很标准的去处理的话，其实那个人物反而是缺了一点味道。所以当时跟配音老师们也聊了，给就这么去处理的这些破音啊，还有这些羊肉串味儿啊什么的，这感觉都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配音的时候就可以处理掉的。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关注到我的这个台词方面，我觉得肯定我从到今天已经是来北漂第9年了吧。从一开始真的普通话不太会说，到现在业内也对我也挺鼓励的，给了我一些原声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这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的，有升华的空间，我会再继续加油。但是至于这个角色破音和那个时候都是设计的，然后浮夸刚刚也说了嘛，这个浮夸大家怎么理解吧？我觉得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如果有人对你成见的话，你也没办法让他去真的是喜欢你，是吧？刚刚也说了，这个人物得放出来，我得放出来演，他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要不然就没法演的这个角色。如果我当时就演着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坏人，怎么演啊？你带着这些理智的话，你到现场之后，你就是那个人，就是那样子，所以成为那个角色，进入角色。仅此而已，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去怎么样去成为每一个角色。谢谢。下一个问题，被何一璇的笑声吓到了，请此上发出一些沙式笑声。现在这个就是嘿嘿嘿嘿，不好意思了。哎，今天这个起的有点早，还有点壮。下一个问题，回应一下网络梗，何一璇可以和江渊一起凑一双眼，太有才了，你们在这个平行时空是吧？江渊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人物，何一璇是隋唐时期，在平行时空，他们也是交上朋友了，还能合作上，也是一种缘了。对，两个都是对，连着演了西蒙与何一璇2个角色，现在知道花钱雇别人打架不可靠了，太不可靠了，千万不要雇人打架，对，还是要自身强大，多练，多这个平时没事就练练。